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法广的文章，作者是艾米。2023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已经拉开了帷幕，两会每年都要开，但今年适逢中央政府换届，去年10月，在中共20大上获得历史性的第3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预计将在两会上续任中国国家主席及国家军委主席，因此更加受到关注。照片为新华社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3年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春节招待会发表讲话。中共20届2中全会2月28日结束，习近平讲话指变数增多，要求全党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AP Lee Swaran。实际上，2018年3月，人大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他的连任已经毫无悬念，习近平是必将继续集中权力，新政治局常委都是他的亲信，再既没有在野党监督，党内不同声音似乎也消失的格局势必将给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带来影响。外国观察家如何看两会及习近平3连任带来的影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FRI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朱利安 Mark Julian 接受了法广的专访。法广外国的中国专家对两会观察聚焦点何在？朱利安对于中国的观察者来说，两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时期，因为中国国家的重大改革就是在这个时候宣布的。今年即2023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它是新政府将领导中国未来5年的新团队被任命的时候，特别是中国的总理、副总理和副主席。而这就是为什么对观察员来说很重要。关于中国未来5年的主要政治方向，实际上没有什么悬念，因为中国权力中最具决定性的职位已经在去年的中共20大上确定了，习近平被续任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启第3个任期。在两会上，习近平将连任国家主席，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的悬念就更少了。我们很清楚主要的政治取向在哪里。习近平通过将他身边的忠实追随者都安排在战略权力位置上，真正封锁了中国的政治权力。因此，两会是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对会有什么结果并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障。法广，您如何评价习近平过去10年的执政？朱利安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第1个任期内的首要目标确实是征服权力。当然，他是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也是军委主席，但他那时尚未完全掌握共产党的权力。因此，前5年实际上是一种征服期，他逐步且耐心地将忠诚的人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从2017年，也就是他的第2个任期开始，他才真正游刃有余地可走得更远。此外，正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看到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习近平的真实面目。这一点我们在他的第1个任期内看到的比较少。也就是说，正是从2007年起，他在多个政治领域走得非常远。比如，从2017年开始推出了在新疆大规模镇压的政策，在2019年，他决定以相当粗暴的方式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也是从2017年开始，他加强了对台湾的胁迫，发展出一种更为激进的外交，就是被媒体所称的战狼外交，但他自己却称之为战斗精神。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肯定的结果：习近平在其第2个任期内的政策是权力的政策，而现在正处于他的第3个任期的开始。我怀疑这个第3个任期的特点是政策会软化，至少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相反，他可能会在这重权力确认方面走得更远，特别是在与美国竞争的背景下。法广，一个超级大国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和他周围少数几个亲信手里，对国际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朱利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然是值得关注的。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高层不再有任何辩论，这种现象更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辩论受到极大限制，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就会立即被压制。例如，我们在学术领域，在大学和智囊团领域都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很难提出不同的声音，因为有可能遭到报复性的措施。因此，这是可能令人担忧的事情，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在一个中美对抗与日俱增的世界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也在增长。共产党高层是否会有一定程度的冷静辩论值得怀疑，因此其决策因为他不能获得所有的信息而有偏颇。因此，是的，如果减少了对话，减少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的辩论时，它总是可能是有害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我们看到习近平已经执政10年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政治趋向，我们知道他在过去5年和10年中在中国实施的改革，所以对他的政治方案没有什么悬念。关于他的政治纲领，关于他未来5年的方向，也几乎没有悬念，因为在过去的10年中，他只是加强了极度专制的权力，在某些领域甚至趋于极权主义，恢复了对社会所有领域的控制。共产党在社会各阶层的无所不在，包括在私营企业中。因此，根据我们对习近平施政的经验，确实有理由对未来今年的情况感到担忧。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当然非常重要，当然会继续进步。然而，中国不再是15年或20年前，甚至在过去30年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国家。由于全球经济放缓，也由于相当明显的经济放缓，我必须说，下滑幅度比国内许多人所预期的要残酷得多，都有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相信习近平在未来5年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他的前任们都没有面对过的。因此，这也是未来今年的有趣之处，也许令人担忧，也许也充满希望，因为他不会拥有他在执政的最后10年中拥有的所有杠杆。感谢马克·朱利安先生接受法广专访。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